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高燃悬疑剧来袭，迪丽热巴领衔，全员都是实力派。迪丽热巴最近释出的路透生图中，半张脸藏在阴影里，嘴角淤青，触目惊心。这组打破她以往精致标签的造型照。来自爱奇艺微尘剧场即将上线的6集短剧，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。这部改编自直木奖小说《蓝》另一种蓝的悬疑奇幻剧，4月27日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没有台词的纯视觉发布会。现场只公布了3组巨型艺术装置和2个身穿不同服饰的蔚蓝对望视频。这种极致的留白直接把观众的期待值拉到了顶点。全剧只有6集，单集时长45分钟。从一开始就摆明了不讲拖沓注水那一套。故事的开局是一场飞机意外迫降，2个同名同姓却活在不同阶层的女人相遇了。一个是北京光鲜亮丽却深陷精神内耗的精英作家，另一个是福建小镇里常年遭受家暴、满身伤痕的隐忍主妇。他们选择了交换人生。但平行时空的滤镜很快就被打碎。精英发现完美婚姻背后是冰冷的控制，主妇拿到的新剧本里依然布满了看不见的裂痕。从互相救赎到互相猜忌，最后演变成一场血淋淋的人性博弈。为了演好这2个反差极大的角色，迪丽热巴直接跳出了自己的美艳舒适区。她减重7斤。用形体和眼神硬生生劈出了2个人设。精英作家蔚蓝走路带风，气场清冷，连抬手拿水杯的动作都透着都市女性的紧绷感。而小镇主妇蔚蓝的杯永远是驼着的，手指习惯性蜷缩，眼神里装满了躲闪和怯懦。在这部剧的设定里，迪丽热巴甚至要完成1人分饰4角的表演跨度。不仅要演好2个原本的自己，还要演绎伪装成对方的自己。这种高级的水仙拉扯，对演员的微表情控制力要求极高。站在2位女主命运交叉点上的是陈浩森饰演的神秘男人何健。他温柔体贴，却处处暗藏秘密，像个游魂一样穿梭在2个时空之间，成为了解开这场人生互换谜题的核心钥匙。除了年轻的主演，这部剧直接请出了一众老牌戏骨来压阵。严屹宽这次彻底颠覆了往日的帅气公子形象，饰演精英作家的丈夫贺涛。预告片里，他穿着儒雅的衬衫，眼神却阴鸷的让人后背发凉。这个表面上是谦谦君子的角色，实则是施加家暴的施暴者。那种斯文败类的反派氛围感扑面而来。港圈女神叶童在剧中饰演关键长辈梁青，她看透世事，沉稳睿智，每一次出场都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压迫感。而在最近发布的角色海报上，朱茵的身影也赫然在列。这位久违的童年女神作为惊喜特别出演，自带厚重的故事感，她所饰演的角色关系网极其复杂。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眼神特写，就足以撑起整条悬疑支线。这部剧的镜头语言同样充满张力。导演吴晨成和总监制翁子光合作，直接把电影级的画幅搬进了微尘剧场。上海的摩天大楼透着冷冽的蓝调，福建小镇的狭窄巷弄则弥漫着潮湿的暖黄。2个世界的色彩在剪辑台上疯狂对撞。仅仅是对视觉的冲击，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主角身处其中的窒息感。剧方目前放出的一段无声预告里，迪丽热巴饰演的主妇蔚蓝在厨房切菜，刀刃一下下砸在案板上，背景里传来丈夫的脚步声，她的刀法明显乱了，手指开始不受控制的发抖。这段没有任何台词铺垫的表演，直接冲上了短视频平台的热搜榜。另一个高光片段发生在深夜的酒店走廊，精英蔚蓝裹着风衣，用主妇蔚蓝的身份刷卡开门。门开的瞬间，
他脸上原本准备好的微笑瞬间僵住，因为他看到了门后那个完全陌生的、布满监控摄像头的房间。剧中的台词极其精炼，主妇魏兰在遭受家暴后，对着镜子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原来选错了。”是这样的，精英魏兰在目睹了对方的惨状后，回答他的只有一句：“那我们换回来。”双引号，没有长篇大论的说教，也没有苦大仇深的控诉，所有的情绪都憋在这些短促的对话里。编剧卢文莹把原著的暗黑内核揉碎了塞进每一个细节中。家暴留下的不仅是皮肉伤，更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对世界的恐惧。最近的影视剧市场里，动辄40-50集的长剧让观众的耐心被反复消磨。这部只有6集的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，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直接切中了当下观众对短平快且高质量内容的渴求。每集45分钟的时长，刚好填满一个成年人的睡前空档。从目前释出的物料来看，这部剧对于女性困境的刻画极其锋利。它不回避婚姻里的冷暴力，也不粉饰都市精英表面的光鲜。两个魏兰在互换人生后发现，无论怎么选，生活都是一地鸡毛。那些曾经以为能救命的另一种选择，到最后都变成了带刺的玫瑰。严屹宽在片场的花絮照片里，永远保持着一种令人不适的微笑。那种将残忍藏在礼貌背后的演绎，比直接的暴力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他在剧中有一场戏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餐桌前擦着手，但眼睛死死盯着对面的妻子。那种无声的压迫感让整个画面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。叶童和朱茵虽然在目前的预告片里没有同框对戏，但他们各自的气场已经填满了剧集的4周。一个是看透规则的局内人，一个是搅动局势的变数。这2位真正意义上的初代女神同台飙戏，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血脉称张。4月27日的发布会结束后，剧组并没有安排传统的媒体群访，主创人员只是通过一段预先录制好的视频，简单阐述了各自角色的内核。这种克制且神秘的宣发方式，和市面上那些恨不得把全集剧情剪成预告片的剧集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目前，这部剧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后期制作阶段，预计将在5到6月正式上线。爱奇艺微尘剧场的首页推荐位已经挂出了它的预约入口，短短几天内，预约人数就突破了100万大关。剧中的场景布置也极其考究。精英魏兰在北京的公寓里，所有的家具都是冷硬的线条，连沙发上的抱枕都摆放得如同标本。而主妇魏兰在小镇的家里，餐桌上永远放着一瓶快要枯萎的塑料花，墙壁上贴满了泛黄的便签纸。道具组甚至在主妇魏兰的枕头底下藏了一把生锈的剪刀。这个镜头只给了一个1秒钟的特写，但足以让细思极恐的悬疑感蔓延开来。迪丽热巴在拍摄现场非常安静。工作人员透露，在拍完主妇魏兰被家暴的那场重头戏后，她在休息室里坐了整整2个小时，一直没有出戏。那种眼神里的空洞和麻木，即使在导演喊卡之后，依然牢牢地定在她的脸上。陈浩森在诠释何健这个角色时，设计了非常多的小动作。他喜欢在思考的时候转动手上的戒指，喜欢在别人说话时微微偏头，仿佛在捕捉空气中不存在的线索。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，让这个神秘男人的危险性成倍增加。严屹宽在解读贺涛这个角色时，只用了一个词：完美。一个在社交场合完美的体，在家庭生活中却完美失控的男人。这种极致的割裂感，成为了这个反派角色最迷人的地方。剧组的美术指导甚至为了让福建小镇的场景看起来更加真实，亲自去当地生活了1个月。
他们记录下了每天早上菜市场的嘈杂声，记录了傍晚时分巷子里传来的饭菜香，也记录了那些年久失修的老式居民楼里斑驳脱落的墙皮。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，最后都被巧妙地融合进了悬疑的叙事中。主妇魏兰每天经过的菜市场，成了她观察精英魏兰生活的第一站。那些新鲜的海鲜和淋漓的鲜血，在镜头下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隐喻。随着上线日期的临近，网络上关于这部剧的讨论也越来越火热。有人被迪丽热巴的颠覆性造型震撼，有人被严屹宽的阴郁眼神吓出冷汗，也有人为叶童和朱茵的再度出山而感慨万千。这部剧没有选择传统的宣发套路，而是靠着精良的制作和极具张力的物料，硬生生在竞争激烈的4月砸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坑位。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快餐式娱乐的时代，这样一部愿意慢下来雕琢细节的6集短剧显得尤为珍贵。所有的线索现在已经齐齐整整地摆在了桌面上，2个魏兰，3个男人，6集篇幅，剩下的谜底只等那个具体的上线日期公布，便会随着第一声警报的拉响彻底撕裂开来。